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优质的睡眠是最好的养生。如果晚上睡不好，白天睡再多也是没有用。另外，现在很多人晚上睡得晚，早上起得晚，这样是非常不好的。这叫做晚睡晚起瞎双阳，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好，我们说回失眠。其实失眠的原因很多，有一种失眠是心肾不交导致的。这种失眠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下面我带大家做。我们的劳宫穴是心脏主穴，在手掌心，我们握拳，中指、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。涌泉穴是肾脏的主穴，在脚心。我们把脚趾捉起来，这里窝的中心就是涌泉穴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艾灸的灸痕，我这个艾灸灸痕的位置就是涌泉穴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用手的劳宫穴对着脚心的涌泉穴，就这样反复的搓，就这样左右各搓100次以上，搓到整个脚底都发热。搓完不要马上把手放下来，要用手心捂一会涌泉穴，效果才更好。好，我们坚持这样做，让顶在上面的火就顺利下来，同时又加强了气血的回流，形成一个闭环，将沉在下面的肾水提上去，以降心火，由此达到水火相济的效果。心肾相交了，睡眠自然就好了。好，以上是心肾相交最简单的动作，坚持做，对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有很好的帮助。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分享5种睡眠质量差的情况。1. 整个夜晚都睡不着，这种情况更年期女性居多，她们肝火旺盛，暴躁易怒。这种情况可以拍打一下膻中穴。拍打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的膻中穴就在我们两乳连线的中点，我们用双手合十的方法，用大鱼际拍打，对着膻中穴的区域向力度适中的敲打，每次可以拍打个5到10分钟，一天可以做个2到3次，也可以多点按太冲穴，或者用艾灸灸太冲穴也可以。这里就是太冲穴，双侧穴左右各1穴，我们用拇指按住，然后旋转点油，左右太冲穴各点油5分钟。如果是用艾灸的话，用点燃的艾灸条对着太冲穴，左右的太冲穴各灸10分钟，每日1次。2. 整个晚上都在做梦，睡得不踏实。这种情况的朋友，白天精神差，精力不集中，容易心慌慌。这个要首先考虑是不是胆经不通。平时可以多做食指梳头，梳头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用手指，有指甲的要先剪掉，好，让我们食指梳头，就这样从前往后梳，重点梳头的2侧，因为这是胆经循行的路线。每次可以梳头5到10分钟，早晚各做1次。3. 半夜时睡时醒，这种情况的朋友，一般晚饭吃得很饱，或者是很晚才吃晚饭，考虑是脾胃不和引起的，尽量早点吃饭。实在比较晚吃饭的话，就少吃一点，尽量清淡。
吃完饭后可以做揉腹的动作。揉腹的方法，我们双手重叠，放在肚脐上，先顺时针揉腹300下，然后再逆时针揉腹300下。4. 睡很久，睡不着，入睡困难。这种情况的朋友，看看有没有胸前胀痛难受，一般考虑是肝气郁结。这个时候可以多搓搓双肋。搓双肋的方法，我们用掌根放在两肋，尽量往后一点，要往前搓，往前往下搓。这个动作呢，刚好就可以刺激到章门穴，这样呢就可以疏顺我们在这里郁结的肝气。每次搓个5到10分钟，搓到两肋均匀发热为好。或者可以睡前2小时用热水泡泡脚也不错。5. 早醒，凌晨1到3点早醒，要考虑是不是肝经不通。这个情况可以每天坚持拍打腋窝300下。那方法很简单，展露腋窝，用空心拳力度适中的敲打，就这样左右各敲打300下。一天可以做2到3次。凌晨3到5点早醒，一般考虑是肺经不通，可以每天坚持拍打肘窝300下。我们拍打肘窝可以用空心掌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好，拍完一边再拍另外一边，左右各拍300下。有些人拍打脚窝有可能会出痧，这个是正常的，痧排完了就不会出了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失眠的5种情况。我们这里还有一套经络拍打操，不管哪种失眠，跟着做都会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疏通经络，而且这道操作很简单。那么失眠的朋友呢，要重点疏通四肢的经络，用经络拍来拍。先拍打手臂的经络，拍打不需要刻意的去找经络的走向，就这样均匀拍打。均匀拍打整条手臂就可以了，左右手臂各拍打5分钟。我们的手上有6条经络，心经、心包经、肺经等等，我们均匀拍打左右的手臂，就能够疏通到手臂上的所有经络了。然后我们再疏通腿上的经络，疏通腿部的经络，我们先从腿部的正面一直从上往下拍，然后我们再拍打外侧面，接着我们拍打大腿的内侧面，然后我们拍打腿的后面，也就是膀胱经的走向。好，就是这样反复的拍打疏通。拍打腿上的经络也是像手臂一样均匀拍打。我们腿上也有很多经络，比如肝胆经，
失眠的朋友呢，要重点疏通肝胆经，左右腿各拍打5分钟。我们这样坚持疏通手脚的经络，拍打最好能拍打到有宣泪的感觉。每天可以做2次，白天做，这样对睡眠的调节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肝经的功能被称为保命的万灵丹，这听起来是比较夸张，但事实上，很多不明原因的小毛病，通过坚持疏通肝经，都有可能会有帮助。还有疏通肝经，还能调理我们的气色，比如黄脸婆等等这些问题。肝经不通，除了会让我们情绪不佳、气色不好等等，还有一个很可能会让我们翻来覆去入睡困难。很多入睡困难的朋友，如果查不出什么问题，可以试试坚持疏通肝经。第一个动作，两脚微微卷起，两脚心相对，敲打大腿内侧中间的位置，从根部向膝盖方向敲打。敲打的力量由小变大，逐步增加。以自己的耐受为准，左右腿各敲10分钟。肝气郁结的人呢，敲到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疼痛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发现有疼痛的地方，我们就重点的点油就可以了，点油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推大腿内侧肝经。我们用2个拇指，好像三角形一样，从大腿根部往膝盖方向推，稍稍用力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肝经大腿内侧段。当然，肝气郁结的人推起来会比较痛，这也是正常的，越痛越要坚持推。那么但凡肝经淤堵的人，或者是脾气大，睡不好，肝气郁结，那么一天做2次，早晚各1次。好，以上就是疏通肝经简单又有效的小方法。好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，每晚11点前入睡，凌晨却定时醒来，最常见的就是到凌晨3点多钟就醒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有些人翻个身又睡着了，但更多的人是翻来覆去，折腾好久还是睡不着，很是影响一天的工作生活。长期如此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有这个情况的，要及时去医院就医。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疏通经络穴位辅助调养，减少凌晨早醒，提高睡眠质量。下面分享一个疏通肺经的方法。我们只需要疏通肺经在手臂的这一段就可以了。我们握拳，用这里做发力点，从上往下敲打到手腕，力度适中就可以了。每次敲打5分钟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老是在凌晨醒，
为什么要疏通肺经呢？传统养生认为，人体脏腑和12个时辰是相对应的，所以在凌晨相对应的时辰里，所对应的脏腑功能失调，就会出现莫名清醒、难以入眠的情形。凌晨3到5点钟醒，这个时候是肺经当令，所以我们要疏通肺经。敲打完肺经，我们再点揉肺经的鱼际穴、孔最穴。我们先点揉孔最穴，这个穴位在前臂掌面桡侧，当尺泽与太渊的连线上，腕横纹上7寸、3寸、6寸、7寸，就在这附近找到最敏感的点，就是孔最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用拇指指腹点揉，保持一定的压力，旋转按揉，每次5到10分钟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，然后我们再点按鱼际穴。这个穴位位于第1掌骨中点桡侧赤白右际处，就在这里。用拇指指腹按揉，按揉时拇指要靠向第1掌骨发力。肺经有淤堵，点揉这里也会痛感明显。也有些人开始时痛感不重，那就说明你的孔最穴还没有疏通开。孔最疏通了，点揉鱼际穴的感觉才会出来。好，就这样保持一定的压力，双侧鱼际穴各点揉5到10分钟。好，以上就是疏通肺经的简单方法。如果你最近老是凌晨早醒，要坚持疏通肺经，每日2次，晚上睡前要做1次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睡眠质量关乎到我们整体的身心健康，但是现在失眠的人却越来越多，所以失眠很常见。失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，一般小部分人睡不着是由于疾病导致的，比如心脏病、呼吸系统等疾病。这类人只要积极治疗原发病，睡眠质量都会有所改善的。大部分的失眠都是非器质性的问题，精神、心理等原因，这个就比较复杂了。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长期不能满足人体生活需求，就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。一般我们睡眠不好，往往有3个表现。第一个，入睡困难，明明感觉已经很累了，一躺下却感觉大脑无比的清醒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种身体的疲劳和大脑的清醒，这2种很矛盾的交织，让人很辛苦。第二个，浅睡眠，一醒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却总是做梦，很容易惊醒，白天没精神，注意力和记忆力减退。第三个，睡醒后疲劳。睡眠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过程，在中医里，睡补是最好的天然补品。好的睡眠，睡醒后是感觉身体有劲，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的。但是这类人睡前疲劳，睡醒后还是那么疲劳，入睡没有问题，但是睡眠质量极差。长时间的睡眠不好，久而久之，人体阴阳失调，导致气血两虚，经络淤堵，五脏六腑功能失调，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来了。失眠的原因很复杂，如果有持续4周睡眠障碍，那就要及时就医，遵医嘱调理。平时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自助，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很简单，希望对睡眠不佳的你有帮助。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刮痧板，我们先刮印堂穴。印堂穴位于人体的面部2眉头连线中点基室，我们用刮痧板的一角，力度适中的刮，
就这样刮3分钟。接着我们刮前额两侧的太阳穴，太阳穴在外眼角外上1寸左右，用手摸可以摸到一个凹陷。我们用刮痧板的一角，力度适中的刮，左右的太阳穴各刮3分钟。接着我们刮安眠穴，这个穴位在耳垂后的凹陷和枕骨下的凹陷连线的中点，左右各1穴，找到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刮痧板一边厚一边薄，两边都可以用，看个人感觉。左右的安眠穴各刮3分钟。最后我们刮心经手臂段，心经在手臂内侧，我们从肘部开始往小指方向刮，力度适中，不需要太大力，只需要有疏通的作用就可以了，不追求出痧。左右手各刮3分钟。好，以上的疏通小方法可以助眠安神，每日可以做3次，不用追求出痧。如果出痧了，那等痧退了再做。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睡眠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肘窝是心经、心包经和肺经通过的地方，有些人心肺有不舒服，在肘窝里能摸到痛点。肺有邪居于肘窝，平时自己想要多养肺的朋友，都可以多疏通一下肘窝这里，帮助清除心肺的火气和毒素，对心烦、心热、咽喉不舒服、犬气、口腔溃疡、失眠多梦等情况会有很好的改善。疏通肘窝的方法有很多，用手掌来拍打是最简单的。我们用空心掌，力度适中的拍打左右的肘窝，每次50到100下。拍完后，有些人会呈现青、红、紫、黑等不同颜色的毒素反应物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等痧退了再坚持拍，拍完了就不会再出了。有些人觉得用手拍比较累，也可以用刮痧板来刮。用刮痧板厚的那一面，从上往下刮。刮的时候不需要用太大力，一般连续刮100下左右就可以了，有痧自然就出来了。刮完一边，然后再换另外一边手开始刮。刮完之后有出痧或者变成紫色都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。第一次刮完之后，等肘窝的痧都全退了，皮肤完全恢复正常之后，我们再来刮第2次，如此循环，一般连续刮3次。在肘窝刮痧对喉咙干痒、有痰、持续干咳、咽喉炎等问题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半夜3到5点早醒的人拍打这里，对失眠也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有些朋友总是在凌晨3点左右醒来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而且总有胸闷、气短、喘不上气来的情况。其实凌晨3点这段时间是夜最深的时候，也应该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。如果总在这个时间段醒来，就有可能
是因为肺气太虚了。心肺一体，如果肺功能虚弱，心脏的血液也就供不上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动作，就能帮助改善这种情况。只要每天做一做，就能帮助养心补肺，早醒就能有所改善。第一个动作，筷子搓手，准备一根筷子放在手中，双手来回搓动，就这样搓3到5分钟，手掌就很快发热了。用筷子搓手心，可以刺激手掌的很多穴位，如劳宫穴、鱼际穴等穴位，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不仅能去心火，还能增强心肺功能。第2个动作，经络拍打肘窝。肺邪聚于肘窝，肘窝是心肺邪气聚集的地方。经常拍打肘窝，对去心肺毒素、排心肺垃圾有很好的帮助。拍打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拿着经络拍，力度适中的拍打肘窝。就这样，力度适中的拍打左右肘窝，各拍打100下。好，以上就是通过疏通经络来改善凌晨3点早醒的方法。有需要的朋友坚持做一段时间，早醒的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老话说肝好人不倒，肝不好容易出现眼干、眼涩、眼疲劳、迎风流泪、眼屎多。肝不好，脾气暴躁，爱发脾气，口干舌燥，口苦口臭。肝不好，浑身乏力，脸上爱长痘痘，手指盖有竖纹或者没有月牙等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的养肝操，非常适合睡前做，不仅可以养肝，还可以助眠。第一个动作，敲腋窝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脾气暴躁、爱发脾气的人，他们的腋窝总是有点痛？这是因为他们的肝气郁结在这里，散不开，所以有点痛。我们手拿经络拍，展露腋窝，对准腋窝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拍打的力度以自我感觉舒服为宜。大家别小看敲腋窝这个动作，它可以快速排解郁结的肝气，让肝的脾气越来越小。每次拍打100下左右，做完左边，再做右边。第2个动作，轻拍膻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，尤其是女士，非常生气的时候，她会捶胸顿足。对，捶胸。我们双手手握经络拍，对准膻中穴所在的位置，轻轻的拍打，以感觉舒服为宜。每次拍打100下左右。如果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出现打嗝或者咳嗽，这是正常的，我们可以再放轻一点力度，轻拍膻中穴。第3个动作，推一条线，推中风穴到行间这条线。为什么选择这里？因为肝不好的人，往往这一段的肝经非常淤堵，只要把这条线推通了、推顺了，郁结的肝气就能及时排出，肝就会越来越健康。我们用大拇指推，从上往下，从中风穴一直推到行间穴。推的过程中要稍稍用点力，很多人在第一次推这条线的时候会非常的痛，这是正常的，不用担心。肝气越郁结，推起来就越痛。坚持推一段时间后，郁结的肝气排出去了，就不痛了。左右脚
各推3次令趟。好，小动作大健康，大伙坚持做，干好人就好。